哎，珊珊，今天我们讲一个之前非常火的东西，什么？海奥华预言。哎，这个我听过呀。我一直很好奇这个，但我不懂到底是什么是海奥华预言。但是我发现啊，之前很多讲海奥华预言的影片里面呢，都只讲到了关于高等星球，还有包括一些耶稣曾经存在过的证据。但是其实里面还有很多细节，我发现没有人讲。这个还跟耶稣有关系啊？其实是有关系，但海奥华预言里面有提到耶稣。包括一些关于史前文明，无论是亚特兰蒂斯的消失，还是百慕达三角洲，为什么总是会有人神秘的失踪？为什么？哎，你听我说下去，它里面其实是有的。甚至还有过去很多人曾经看到过的鬼魂。鬼魂？对，它在里面有非常详细的解释。真的有人看到过？网上不是特别多吗？确实是，但是没有人拍到过吧？也有拍到过，有很多。对他们为什么能够拍到？它其实里面有很多解释。我经常做梦梦到鬼啊，但我真的见到我会吓死的。这梦也不算了啊。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讲讲那些被人忽略掉的海奥华预言的秘密。好，海奥华预言啊，其实是本书。它记录了一个叫米歇尔的农民在1987年的时候，跟一个叫陶的海奥华人一共相处了10天的经历。然后他回来之后，用了3年的时间，把他这10天的经历全部都记录了下来，然后出成书。他为什么要记录这10天的经历啊？哎，其实是特别吗？对的，你有这么神奇的体验，你也想记录下来，对不对？是吗？什么神奇的体验？你听我说下去吧。而且其实也是海奥华人希望他记录下来。然后他就把这10天的经历写成了书之后出版。他其实就是想通过这种方式来告诉我们一些关于宇宙和我们人类最根本的秘密。宇宙？对，还有我们人类灵魂的最根本的秘密。这么深奥吗？他甚至在书里面最后提到说，他说，我就像海里的鱼一样，有一天我跃出了海面，看到了高楼大厦，看见了飞机，看见了各种豪华。我想回去跟我的伙伴们诉说的时候，他们都觉得我是个疯子。有点感人。好了，说了这么多啊，相信我们的观众朋友也对这个故事开始有点新的期待了。我已经开始期待了。那么快速说一下这个故事的经过，然后马上就回到我们刚才说的百慕达三角洲和鬼魂的秘密。好，是这样的，米歇尔是一个法国的农民，但是他当时住在澳大利亚的凯恩斯。有一天晚上，他半夜起来，径直地走到自己的厨房，拿起笔写了一行字，他说：“亲爱的，我将离开10天，不用担心我很快会回来。”是不是很奇怪？哎，我好像听你讲过这个啊，对，我平时会跟你讲，对不对？我大概知道是哪个。但他其实自己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这么写，但就是觉得这个很合理。结果他出门的时候就看到了一个外星人，一个非常漂亮的外星人。就是他写完之后，他也不知道他自己要去干嘛。对，他其实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写，但是他就觉得我以为他知道的，我以为他知道要去探究这外面的东西。对，他不知道。那为什么神也在指引他？对，其实后面有讲到，海奥华星人其实是为了指引他，所以才特地把他招出来。与此同时，他还觉得他周围的世界瞬间就安静了。这个时候，那个外星人就开口了，他说：“你好，米歇尔，不用害怕，我叫陶，我是海奥华星人。我们用海奥华星人，对，一个星人就叫海奥华，对，一个星球就叫海奥华。我们用了时空锁住了你所处的时空。这个其实就很对，就是空间啊跟时间啊，它们是一体的，它们是不能被分开的。如果说我锁住你的空间，不锁你的时间，就说明这本书的作者或者是整个故事它看起来就像假的，不连接。对，这个其实有考究的。米歇尔他本身他是个农民，时间跟空间结合在一起这件事情是后来科学家们才发现的，所以他能说出来这句话，就说明他当时应该就是听到了这个人说的这句话。所以这个事情应该是真的。但其实他自己并不知道怎么去。对，他只是转述了海奥华星人的原话。他说：“我们现在处于一个与你们地球平行的空间。我将带你进行一次为期10天的旅行，给你介绍一下这个宇宙的真相。”天哪，就是有目的的想让他知道，然后来告诉我们这个事情。对，专门挑的就是他。但是至于为什么后来专门挑他，我后面会讲。对哦，如果只是把他拎出去介绍一下，然后回来再给他忘掉，那也很没有意义。对。然后说完啊，他们身边的场景就立刻一变，他们到达了一个陌生的海域，好像他们在这个海域的上方。这个时候，米歇尔就说：“这是我们进行穿越的第一个坐标。你们管这里叫百慕达。”百慕达。对。然后他们刚要走啊，他们遇到一帮原始人过来袭击他们。原始人？对，就是直接上来去袭击。对，上来就攻击性非常强的原始人。然后陶直接就掏出枪，把他们当场全部都射杀。枪啊？对，那种电子枪，一枪打完之后，他们整个人都分解了。然后当时米歇就觉得这是不是有点太残忍了呀？那是啊。陶就解释说，他们其实是掉进平行空间的可怜人。
掉进你平行空间，它就回不去了吗？对，因为这个空间的时间是永远静止的，他们不用吃东西，所以他们就会不断退化，最终退化成原始人。那真有点可怜。对，然后他们这里的人最早能够追溯到14500年前，这些人可能在14500年前就已经掉进去了，一直到现在，也就是说他们在那里沉寂了1万多年。然后他说，我这么做其实是为了解放他们的心灵体，能够让他们脱离这副载体，能够让他们脱离，对，真的可以脱离，对对对，能够让他们继续进化下去。哦，那蛮好的哎。对，米歇尔就很疑惑，他说星光体，星光体是什么？哦，对呀。陶解释就跟他说，我们其实每个人都是由星光体组成的，只是我们的等级不一样。陶是9级，那我们呢？我们地球属于1级星球，所以1级星球上的人都是1级的星光体。天哪，9级该有多厉害啊！哎，9级真的很厉害啊！我后面会跟你说的。然后还解释为什么这个世界上会有星光体。他说，在宇宙最初的阶段，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庞大的意识体，然后我们管它叫大圣灵。它虽然全知全能啊，但感受不到世间万物的变化。所以它就分出了4种力量，其中一种就是我们无数的星光体。所以我们还只是其中一种。对，只是其中一种力。动物也是它的一种，也是它的另外一种力量。星球、石头、引力那些是另外一种力量。那就分解了很多东西啊。对，但是真的人或是对，但是真正对它有用的就是我们星光体。最重要的。对，最重要的。但是其他的也需要的，对吧？对它来说是不重要，它只是为了让我们星光体有生存的空间。帮它去感受这个世界什么的。对，所以才用另外3种力量创造出来。那还也蛮厉害的。对呀。这么说的话，是他创造了我们人类吗？他创造了宇宙所有的生灵，不叫创造，应该说我们就是他，因为我们是由他分裂出来的。小分子。对，我们类似一个他的士兵，探查兵。所以星光体最初啊，他们都是1级，然后只有当星光体的灵性提升了以后啊，就会达到2级，然后下一世就会去到一个2级星球。但是如果你的2级星球、1级星球、2级星球就很像平行宇宙啊。有点像。对，但它其实跟平行宇宙不太一样，它还是在我们这个宇宙内，只是我们的维度会不一样，更高维了嘛。跟平行宇宙不太一样，平行宇宙永远是在同一个维度。是的。你听我说啊。但是如果你没有升级，你的81%的星光体会回归一个叫高我的中转站，然后由高我再将你投入到下一个符合你等级的星球。然后就意思就是你也不会升级，你还是在1级，但是你再重新修炼。对，你可能还在地球，或者你在别的星球，继续修炼。然后如果修炼到了2级，它就会帮你投放到2级。这样子啊。但是只有81%会回归到高我，还有19%，大部分都会消散在宇宙里。它有什么目的条件什么的？就是一个人升级嘛，他怎么可以升级？什么是失败，何时成功呢？这个他其实书里面有说，他说要不断的提升灵性体验，有点抽象。灵性体验就是让你看得更多，体验的更多。那经常旅游的人就体验得多了。旅游的人体验就很多，但是你旅游的感受如果都是一样的话，就没有意思。这样子啊。对，你得看更多的书，你得学更多的东西，你得学更多的技能，有不一样的人生体验。你如果去旅游的话，给你的感觉是一样的，那就没有用。但是如果你学了一些新的知识，蛮累的，蛮累的。对，这个其实就是灵性体验的唯一方式。那我们刚才说到81%会回归到高我的一个回收站嘛，那还有19%到哪里去了？到2维了。没有到2维，它大部分会成为宇宙的养料，但是有一部分执念非常强或者当地磁场异常的时候，他们就会留下来，会保留生前的肉身形态，他们也会保留部分生前记忆，不断的做重复的事情。就是我这一次过完了，然后我失败了，我还要再重新过一遍，而且我还知道我上一次过过，是吗？不是，就是你81%的你，你已经回归到了高我，这是真正的你。你剩下的19%的电子会在这里，对，会在你死后3天，才会浮现出来。这个时候你是不会带走的，你会重新成为宇宙的养料。但是呢，当你前面说的鬼魂就这个，对，鬼魂其实就是这个东西。所以这个就让我想到了，所以有些就是迷信还是要信的。对，就有些传言，其实是有道理的。人家去世几天，就是内都是可以知道这些事情。是的，特别是亚洲国家都有这种风俗，所以古人的智慧一定是越来越相信。是的。而且这其实也变相的解释为什么很多人会有前世的记忆。按照很多人会有前世的记忆，我知道。对，就是你知道的不多，但是世界各地发生的其实有很多案例了。
已经有上万起了。按照能量守恒定律啊，我们81%的星光体加上宇宙各个地方散落的星光体的碎片，那你理论上就是可以获得别人的一部分记忆的。别人的，对，那就是说我有前世的记忆，但是我这个记忆不一定是我的，不一定是你的，因为星光体81%。那之前听到一个小男孩，就是说他上一世军人，然后在哪个地方怎么去世的啊，而且他的战友名字啊什么都能说出来。对，这是他自己吧？记忆，如果这份记忆是别人的，你也不会有任何察觉。你感觉也是自己的？对，因为你100%继承了那个人的记忆的话，那你就是他，对不对？而且其实，对啊，真的有感觉就是他说是只有我怎么啊？对，我们今天就假设将来你的19%还留在地球上，然后有另外一个人的星光体跟你的19%结合了，那他就完全继承了你的记忆。我全部记忆吗？还是部分？你的全部记忆。那你觉得这个时候他是你？他不是我，他也是我吧？对，他不是你，那也是。从哲学的角度来讲，他不是你，但是他拥有了我所有的记忆。对，那他也可以是你。他自己的生理感受，他自己也会认为是他自己，他自己也会觉得是你，对不对？同样的故事在印度其实也发生过。印度有一个人被杀了，他大概40多岁。然后3年以后，有一个孩子突然想起来，他说：“我是谁谁谁，是谁杀了我？”然后他就带着警察去找到了他自己的尸体，然后还去指控那个人说：“当年就是你杀了我。”最后这个人还承认了，把他杀了。对，还把他抓了。好了，百慕达三角洲和鬼魂的秘密我们说好了。然后我们就说之后米歇尔的经历。陶就这样带米歇尔离开了百慕达，去到了一个星球叫阿瑞姆星球。他们发现那里的人明显有畸形。畸形？对，就跟我们现在不一样。对，有残缺。然后那里的蜈蚣有楼这么高，蟑螂有房间这么大。天哪！所以他们就觉得，来到了一个怪异世界。对，然后陶就解释说，没错，这里发生过核战争，这就是灵性和科技不匹配的结果，就像当年的亚特兰蒂斯一样。然后米歇就说亚特兰蒂斯真的存在吗？然后陶就跟他解释说，亚特兰蒂斯真的存在，他当年是从一个叫姆大陆的地方迁移过来的。然后这帮人呢，原来是从一个叫巴卡拉提尼的星球迁移过来的。他们分黄种人和黑种人。黄种人呢擅长医学、种植、农业，然后黑种人呢擅长畜牧业。他们当时因为星球太冷了，不适宜居住，陶就把他们引导过来，最终定居在了地球的姆大陆上。然后他们还彻底掌握了反重力技术、能量操控、星际通讯。后来还建造了我们熟知的金字塔。天哪！金字塔。对。对哦。我们当时说金字塔封印说的时候，就很大的石头嘛。对，这么大的石头，它怎么可能一块一块给它堆上去呢？哇，形容零重力。对，零重力给它一块块真厉害啊！当时我还以为是什么巨人。当时我们还猜呢，对不对？但这也是其中一种可能啊。然后金字塔本身呢，它不是用来做我们之前说的法老的陵墓的。他们其实就是为了提高灵魂的能量，方便所有人一起升级。但是在有点串通哎，他们也造了金字塔，他们也发生了核战争。对，感觉跟之前我们讲的金字塔真的有点串。但是后来呢，在14000年前，姆大陆因为地壳运动，然后就突然沉没了。只有亚特兰蒂斯活了下来，因为亚特兰蒂斯的人是从姆大陆迁移过来的。那个时候开始，亚特兰蒂斯就没人管了。然后他们就开始分派系，一个是灵性派，一个是物质派。他们把金字塔改造成能量武器，然后彼此攻击，最终亚特兰蒂斯就被毁灭了。感觉好恐怖啊！世界还是少一点战争比较好。对，愿世界和平。所以还是要注重灵性的体验，多体验一些新鲜事物，少打架。对，不要老想着去干仗。对。随后他们就继续星际旅行，但是这个时候米歇尔就发现了一个非常诡异的点。他发现说，怎么飞船不像是他印象这种嗖这样飞的，一瞬间的。然后他就问陶，他说，这个飞船怎么回事？陶就说，我们确实不是在飞，我们是在通过宇宙的振动的频率来不断改变我们宇宙中的坐标，实现星际旅行。天哪！你看这像不像就是我们前几集说的？朱一文教授发现的那个瞬移。是啊，量子穿梭，它也不像在飞，在瞬移。对，所以高等文明的终点其实是一样的，所以我们离瞬移真的不远了。感觉跟我们之前讲的都串起来了。是的。好像越来越说得通了很多事情。是的。随后他们就到达了海奥华星球。一开始到达海奥华，米歇尔的眼睛都睁不开了，那里实在太亮了。对。陶就给他了一副护目镜，这个时候他的眼睛才睁得开。
但是桃就好好的。对，桃就好好的，因为它是更高等级嘛。然后米歇尔就说：“我这辈子都没有看到过这么耀眼的颜色。”他说：“如果地球上的红色是有10几种的话，那在海奥华星球它就有几百种。”然后他对超级多。然后他说：“我甚至看到了一些我这一生都没有见过的颜色，我无法用言语去描述它，也没办法想象。”对，就这个颜色他这辈子都没见过。所以在他的概念里面是没有办法定义这个颜色。但是他觉得这个颜色特别美。我也想看看。谁不想呢？然后他还说那里连植物和动物都散发了一些淡淡的金光，透露出一种神圣的气息。哇，感觉每个人都发的光一样。对，非常的就是感觉很善良的。对，非常的善良，与世无争。那挺好的，很和谐。对。想想我们现在还没有那么和谐，因为我们是1级嘛，对，还充满了战争。而且桃还告诉他一个作为打工人非常扎心的事实，他说海奥华人每天只需要工作2个小时，然后其他的时间都是用来学习啊、社交啊、创造各种新的事物。就每个人都在学习吗？对，没有人偷懒。他们不会偷懒，他们都升到9级了。他们最终的目的就是为了跟大森林融合。对了，我这里还要跟你提一个，这个星球上其实已经有人能够回归大森林了，但是他们为了能够引导更多的海奥瓦和新人，决定留在星球上。但已经知道怎么回去，他怎么确定他真的就可以呢？因为当你真的可以的时候，你就知道你可以，这是一种很奇妙的感觉。好的好的。他们就是海奥华上的7个大长老，他们在这里已经生活了几万年，然后在桃带他去参观完整个海奥华星球之后，他就带着米歇尔去见了这7位大长老。然后米歇尔就也问出了刚才他一直想要问的那个问题。什么？他说：“为什么是我呢？”为什么是他呢？对，他们说米歇尔原来属于一个高等级的心灵体。那为什么会下去呢？但是他们也不知道为什么一下子就掉到了1级星球。那只有他吗？这种事情整个宇宙都发生的特别少，几千万年、几亿年也才1-2个，有可能掉卡 bug 了。所以就派桃专门去接应他，来参观整个海奥华星球，了解整个宇宙的真相，然后希望他能够快速的提升灵性，然后让他重新修炼回去，因为他本身是有底子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变成了1级的心灵体。这样子的啊。顺带着让他作为地球人给我们人类一点警醒，因为现在的地球人已经开始逐渐脱离灵性的修炼，被各种物质欲望填满，希望能够通过他给世人一些启发。美好的。对，所以做人还是要善良。当然啊，现在看起来大长老们是成功了，因为米歇尔的书卖得非常好。对。而且我们很多观众朋友们也都已经知道了这个故事。所以大家升级也是有希望的。是的，我也有希望的。最后他就在整个海奥华星球待了10天，然后桃就把他送回来了。之后呢，他就在3年的时间里就把这整段经历全部都写成了书，也说出了开头的那句非常著名的话。他说：“我就像海面上的鱼一样，有一天我跃出了海面，看见了高楼大厦，看见了飞机，看见了各种繁华。我想回去告诉我们的伙伴，但是他们都觉得我是疯子。”我不觉得。我也不觉得。也让我们也见识一下，就是我们宇宙之外的世界。是。我瞬间有点不那么害怕去世了。对，你因为你知道会有，甚至还有一点点小期待，万一升级了呢？对呀。对。当你修炼到9级的时候，你会记住这一生所有的经历。那我还能跟亲人见面吗？亲人最终也会到达你的9级星球。那我还认识吗？你肯定认识他。那太好了。所以说了这么多关于海奥华预言里面被忽略掉的内容，虽然我猜不到观众朋友们对哪块感兴趣，但是我猜得到你对哪块感兴趣啊？你猜得到？前世记忆，对不对？我都挺感兴趣的，我都挺感兴趣的，真的。我觉得还蛮精彩的今天的。好了，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记得订阅哦。好，拜拜。拜拜。